妹妹的成績很奇怪，我考600分，她就考610分，我冲到610分，她立马变成620分，她的分数永远精准的压我10分。然而一旦我请假缺考，妹妹的成绩瞬间烂得没邊，我的猜想也由此被证實，妹妹的成绩与我的成绩挂钩，以此为基點，一個瘋狂的計劃在我腦海成型。如果高考我考出了740分以上，那將會發生什麼呢？高考前夕，我像個苦行僧，而妹妹則是享樂派，她仗着有我這個依靠，囂張的無法無天，甚至直接放棄學業跟朋友到處瘋玩。每次被抓包，她都一臉不耐煩。妹妹翻了個白眼，把手機往桌上狠狠一摔。你們煩不煩？放心吧，高考狀元肯定是我的。而我也沒辜負她的信任，每次模考我都把她穩穩送上年級第一的寶座，我要讓她在虛假的雲端裡醉生夢死，而我在暗地裡正一步步逼近741分。高3下學期的日子像一把鈍刀，一刀一刀割着我的神經。每天凌晨5點起床，晚上12點睡覺，中間除了吃飯上廁所全在刷題。我把自己關在那間常年不見陽光的小房間裡，像一台永不停歇的機器，精準運轉。妹妹的房間就在隔壁，時不時傳來她和朋友視頻的笑聲，或者是追劇時誇張的驚呼。有時候她會故意把聲音開得很大，像是在向我炫耀她可以如此肆無忌憚。我不在乎，我早就學會了屏蔽一切噪音，腦子裡只有一個聲音在循環。741分，這個數字像一顆釘子扎在我心裡，每當我想放棄的時候，就用力按一下，疼痛讓我保持清醒。3月份的時候，林小小開始頻繁進出我的房間，起初我沒在意，以為她只是來找東西，後來我發現不對勁，她看我的眼神變了，帶着一種審視和試探。有一次我正在做數學壓軸題，她推門進來，站在我身後，盯着我的草稿紙看了很久。哥，你最近怎麼這麼用功啊？我頭也不抬，繼續寫。還行吧，快高考了，能不用功嗎？林小小湊近了些，想看清我寫的內容。可你以前也沒這麼拼過啊。我心裡咯噔一下，臉上卻不動聲色，故意嘆了口氣，放下筆，裝出一副疲憊的樣子。還不是爸媽逼的，說我要考不上985就斷我生活費，我能怎麼辦？林小小的表情放鬆下來，嘴角甚至浮起一絲嘲笑。就你還985？他轉身走了，臨走還不忘補一刀。別太累了，反正最後狀元是我的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沒說話。等門關上，我才重新拿起筆，嘴角微微上揚。很好，繼續保持這種輕視吧。你越輕視我，我就越安全。但林小小的警覺並沒有完全消除。接下來的日子裡，他開始明裡暗裡打探我的複習進度，問我哪科最難，問我模考能考多少。有時候還會故意在我面前說些打擊人的話，想動搖我的心態。我見招拆招，每次模考都故意控制分數，不讓自己顯得太突出，保持在年級前5，既不扎眼又不會讓他起疑。真正的殺手鐧我藏在心裡，那些最難的題型，那些最刁鑽的技巧，我只在深夜獨自練習，做完就把草稿紙撕碎了，沖進馬桶，不留一點痕跡。有一天晚上，我正在刷競賽題，突然聽到客廳裡有動靜，是母親和林小小在說話。我悄悄把門開了一條縫偷聽。小小，你哥最近是不是太拼了？我看他天天把自己關在屋裡，連飯都不出來吃。林小小不以為然地笑了。啊，你擔心什麼？他再拼又能拼到哪兒去？反正他考多少分，我就能比他高10分。他越努力，我不是分越高吗？对对对，還是我閨女聰明，那就讓她拼去吧，正好給你打工。我聽着這些話，攥緊了拳頭，指甲掐進肉裡，但表面上我保持平靜，輕輕關上門，繼續做題。4月的一個晚上，我像往常一樣在房間刷題，突然聽到門外有細微的響動。我豎起耳朵仔細聽，是腳步聲，很輕，像是怕被人發現。然後是門把手轉動的聲音，非常緩慢。我瞬間明白了，他在偷看我。我沒有回頭，繼續假裝專注做題，但實際上我已經把手裡的卷子換成了一張普通的基礎題。那些真正高難的資料早被我鎖進了抽屜最深處。門縫開了一條細細的縫，我用餘光瞥見林小小的半張臉，她在看我桌上的東西。我故意嘆了口氣，自言自語：這道題怎麼又錯了？太難了。然後把本子合上，趴在桌上裝作休息。門縫悄悄關上了，腳步聲漸漸遠去。我直起身子，冷笑了一聲。林小小，你越是防備我，就越說明你心虛。你比誰都清楚，那些分數不是你的，你只是個寄生蟲，沒有我，你什麼都不是。5月模考，我考了695分，林小小705分，年級第一。成績出來那天，她在家裡大肆慶祝，父母圍着她噓寒問暖，誇她給林家爭光。餐桌上全是她愛吃的菜，我坐在角落裡默默扒飯，像個透明人。父親放下筷子，滿臉欣慰地看着林小小。小小這次發揮得不錯，保持住，高考穩了。我閨女就是聰明，也不看看是誰的基因。母親也跟着附和，語氣裡帶着掩飾不住的驕傲。林小小得意洋洋地看了我一眼，嘴角揚起一抹嘲諷的笑。哥，你要加油啊，別跟我差太多，不然爸媽面子上不好看。我應了一聲，沒有反駁，繼續吃飯，心裡卻在冷笑。享受吧，盡情享受吧，這是你最後的高光時刻。
那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着，腦子裡反覆推演着高考那2天可能發生的一切。6月，高考如期而至後，6月6號那天晚上，林小小出去和朋友喝酒，說是提前慶祝。母親非但沒攔，還給她塞了一沓錢，說女兒辛苦了，放鬆一下。我從臥室門縫裡看着這一幕，心裡沒有一絲波瀾，只覺得諷刺。而我那天8點就上床睡覺，鬧鐘定在第2天早上6點，躺在床上，我異常平靜，像一個等待出竅的劍客。所有的隱忍都將在明天得到回報。第2天早上，我按時醒來，簡單吃了幾口早餐就出門了。母親送林小小去考場，對我只是敷衍地說了句好好考，我點了點頭，沒多說什麼，心裡想着反正這是最後一次了，以後我們井水不犯河水。考場在學校的舊教學樓，我被分在3樓靠窗的位置，陽光正好能照進來。我坐下，把文具一件件擺好，深吸一口氣，閉上眼睛，在心裡默念：林峰，你等這一天等了18年。不要輸。語文考試铃聲響起，我翻開試卷那一刻，我的大腦前所未有的清醒，每一道題都像老朋友一樣熟悉，閱讀理解的每一個陷阱，我都提前預判到了。作文題正好是我練過無數遍的類型，我下筆如有神。考完語文走出考場，林小小第一時間衝過來堵住我，她化着精致的妝，眼底卻有一絲不易察覺的慌亂，問我考得怎麼樣。我說還行吧。林小小皺起眉頭追問，還行是多行？選擇題錯幾個？我看着他，忽然覺得有些好笑，他這是在確認我考了多少分，好推算自己的成績。不知道，沒對答案。林小小撇撇嘴，不太滿意這個回答，但也沒再追問，轉身走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想：你急什麼？反正明天成績就出來了，到時候有你急的。下午數學考到一半的時候，出了點意外，我的肚子突然劇烈疼痛，可能是早上吃的東西不乾淨，也可能是壓力太大，冷汗刷地就下来了，整個人趴在桌上好幾秒才緩過勁。監考老師走過來，低聲問我：同學，你還好嗎？要不要去醫務室？我搖頭，咬着牙說：沒事。開什麼玩笑？我等了18年，就等這一場考試。就算死，我也要死在這張卷子上。我用力掐了一下大腿，劇烈的疼痛讓我暫時忘記了腹部的不適，繼續做題。那些數字和公式在我眼前一度模糊，但我硬是憑着肌肉記憶把每一道題都做完了。最後一道壓軸題，我用了3種方法驗算，確認無誤後才放下筆。走出考場的時候，我幾乎是虛脫的，找了個沒人的角落蹲下來，緩了好久。林小小發消息問我數學考得怎麼樣，我回了2個字：正常。他秒回了一個得意的表情，顯然以為自己又穩了。我看着那個表情，只覺得可笑。無知者無畏，說的就是這種人。第2天考理綜和英語，我的狀態恢復了大半。這2科是我的強項，尤其是理綜，那些物理大題、化學推斷、生物遺傳，全是我刷過無數遍的類型，我做的行雲流水。最後還剩20分鐘檢查，每一道題我都反复核對了2遍，確保不會出現任何失誤。英語更不用說，閱卷老師想不給高分都難。考完最後一科，走出考場，我站在教學樓門口，抬頭看了看天，陽光刺眼，但我沒有躲，就那麼直直的站着，任由它照在臉上。18年了，我終於熬出頭了。林小小第一個衝過來堵住我，她今天穿得格外鮮豔，像只驕傲的孔雀，眼底閃着貪婪的光，問我考得咋樣。好，前所未有的好，這輩子沒這麼好過。林小小的眼睛一下子亮了，仿佛看見了金山銀山，她扭頭就跑去找爸媽邀功。爸媽，我哥說他考得特別好，那我肯定更好。看着他歡天喜地的背影，我也笑了，那是獵人看着獵物落網的笑。林小小，你知道你現在像什麼嗎？像一隻撲向火焰的飛蛾，還以為那是太陽。高考結束後的暑假，林小小徹底放飛自我，她拍着胸脯向爸媽保證能考全省前10，提前預支了巨額零花錢，不僅把手機電腦全換成了頂配，還拿着爸媽辛苦攢下的錢，跟着一幫狐朋狗友出去揮霍了一圈。朋友圈天天更新，全是吃喝玩樂，半點不知道死字怎麼寫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刷到他發的朋友圈，是一張在高級餐廳吃飯的照片，配文是未来狀元提前慶祝中，下面一堆人點讚評論，什麼小小你太厲害了，什麼請我們吃飯吧。我看着那些評論，只覺得荒誕。而我想回鄉下看爺爺，問爸媽要個路費，話還沒說完就被母親懟了回來。母親連眼皮都沒抬，語氣敷衍得很。看什麼看？家裡沒錢，你沒看小小要用錢嗎？我看着他理直氣壯的臉，心裡一陣惡心，對我一毛不拔，對林小小揮金如土。這就是我的父母。父親坐在沙發上看電視，頭也不回地補了一句：你要是想去，就自己想辦法，別指望家裡。我沒再說什麼，轉身回了房間。第2天一早，出門去工地找了份搬磚的活，太陽毒得要命，曬得人頭暈眼花。但我咬着牙幹了半個月，才攢夠了路費和給爺爺買東西的錢。那半個月是我人生中最苦的日子之一。半個月下來，我攢了1000多塊，足夠往返的車費和給爺爺買些補品了。查分那天，恰好是林小小18歲成人禮。為了在所有人面前以此生最高光時刻加冕，他辦了一場極度奢華的宴會，7大姑8大姨、爸媽的同事領導全被請來了。宴會廳裡，龚維生此起彼伏，一個遠房親戚端着酒杯湊到父親面前，滿臉堆笑。老林，你們家祖墳冒青烟，龙鳳胎都這麼出息。另一個親戚跟着附和，語氣裡帶着幾分刻薄。大兒子也就死讀書不懂事，還是小小貼心，成績好人又機靈，比他哥強100倍。年輕一輩都圍着林小小像众星捧月，有個堂妹更是羡慕的眼睛都紅了。小姐你太厲害了，
這手拿清北錄取通知書，手挽帥气男朋友，簡直是人生贏家！快，几點查分？我們要見證狀元誕生的歷史時刻。別急，如果是省前幾名，清北招生辦會提前打電話來搶人的。話音剛落，電話果然響了。但不是打給他，是打給我的。在全場錯愕的注視下，我接起一個又一個電話。清大招生組、清北招生辦，還有幾所頂尖高校的招生老師。我禮貌道謝，表示會慎重考慮。林小小的眼睛都快瞪裂了，死死盯着自己毫無動靜的手機。她強撐着面子，咬牙切齒地擠出一句：最好的總是压軸出場。終於查分通道開啟，所有人一窩蜂地催促林小小登錄。我也在角落裡默默點開了查詢頁面。儘管胸有成竹，可真到查分這一刻，掌心還是微微滲出了汗。母親先轉頭問我，語氣隨意，問我多少分。我把手機屏幕亮給眾人，語氣平靜地說：我考了741分。全場嘩然，我強壓着心底驚濤駭浪般的狂喜，面無表情。成功了，我真的成功了。母親愣了一下，吝啬地點點頭，甚至沒多看一眼，轉身就撲向林小小，她的聲音興奮地發顫：快，小小肯定更高！林小小被圍得水泄不通，想躲都沒處躲。她顫抖着手指點下確認鍵，下一秒她的臉僵住了，那表情精彩的像吞了一隻蒼蠅。屏幕上赫然顯示3個鮮紅的數字751，林小小的聲音都在哆嗦，周圍死一般的寂靜。有個不明真相的遠房親戚還在那兒閉眼吹捧。哎呀，751分，比哥哥還高10分，小小真是神童啊！如果我没記錯，高考滿分好像只有750吧？氣氛瞬間凝固，林小小慌了，冷汗把精致的妝容冲得東一道西一道。肯定是系統故障，查分人太多，疯了！他發瘋一樣刷新頁面，手指快要把屏幕戳爛，1次、2次、3次。那個該死的751像釘子一樣死死釘在總分欄裡。有人提議說換個手機試試，是不是手機緩存問題？林小小像抓救命稻草一樣搶過別人的手機，查詢結果依然751。那個多出來的1分像個巨大的巴掌，狠狠扇在他臉上。就在這時，宴會廳大門被推開，幾個穿着制服的警察和教育局人員面色嚴肅地走了進來。領頭的工作人員環顧四周，沉聲問道：誰是林小小？教育考試院監測到分數極度異常，涉嫌惡性攻擊系統或重大舞弊，請跟我們走一趟，接受調查。林小小嚇得腿一軟，直接癱在地上，那張臉慘白的像鬼。爸媽一看這陣仗也慌了神，但他們的第一反應不是安撫女兒，而是下意識的想找替罪羊。慌亂之中，母親竟然一把将我推了出去，指着我扯着嗓子喊：是他干的！肯定是他嫉妒妹妹，黑进了系统，篡改了分数。同志，你们抓他，这事跟我女兒没關係。又來了，這就是我的父母。關鍵時刻毫不猶豫地拿我去擋槍，哪怕理由荒誕可笑，哪怕邏輯狗屁不通，只要能保住他們的寶貝女兒，犧牲我算什麼？心徹底死了，反而覺得無比輕鬆。我甩開母親的手，冷冷地看着這群跳梁小丑。我不是黑客，我是全省理科狀元林峰。林小小在那兒。那個考出人類奇蹟751分的是他。父親氣急敗壞地衝上來要扇我耳光，我一把攥住他的手腕，眼神凶狠地讓他心驚。你敢動我一下試試？管事的就在我身後。現在的我，清北搶着要，媒體搶着報。你動我試試。從這一刻起，在這個家再也沒有誰能約束我，也再沒有誰能欺負我了。這場原本為了炫耀的成人禮，徹底變成了一場鬧劇。林小小被帶走配合調查，留下一地雞毛，這事根本蓋不住。高考驚現751分，直接炸了，詞條當晚就爆了，熱搜全網都在吃瓜看笑話。有人說貪心不足，蛇吞象，這是買分買嗨了吧？有人說作弊能不能帶點腦子？滿分750，你考751，是在侮辱閱卷老師，還是侮辱系統？有人扒出了林小小的社交賬號，發現他這半年到處吃喝玩樂，壓根沒怎麼學習。輿論一邊倒的抨擊林小小，大家都認為他是找關係改分，結果手滑改多了。我刷着那些評論，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暢快。18年了，我等這一刻等了18年，終於讓所有人看到了真相。調查結果出得很快，林小小答題卡異常，選擇題莫名其妙比別人多掃描出1分，導致總分溢出。雖然沒有直接證據證明他修改了答題卡，但為了公平起見，教育局決定啟用備用卷，讓他單人重考。消息傳回家裡的時候，林小小正躺在沙發上刷手機，聽到要重考，他整個人都跳了起來，臉色瞬間變得慘白。什麼叫重考？我憑什麼要重考？我那個分數是真的，是系統出了問題。父親坐在一旁，臉色鐵青，低聲呵斥：“你小聲點，鄰居都能聽見。”母親急得團團轉，一邊安慰林小小，一邊商量對策。小小別慌，重考就重考，你那麼聰明，肯定沒問題的。林小小卻像是瘋了一樣，在家裡撒潑打滾，哭着喊着，非要拉着我一起考。沒有哥哥我不考，讓他跟我一起，我要他坐在我旁邊。他衝過來抓住我的胳膊，指甲掐進肉裡，眼睛紅得嚇人。林峰，你必須陪我考，你聽到沒有？我甩開他的手，語氣冰冷道：“我已經考完了，為什麼要陪你重考？”林小小愣住了，他看着我的眼神裡充滿了不可置信，好像從來沒想過我會拒絕他。母親立刻衝過來拉偏架：“林峰，你什麼態度？你妹妹都這樣了，你就不能幫幫她嗎？小峰，這事關係到咱們全家的臉面，你
你就陪小小考一次，怎么了？我看着他们，觉得既可笑又可悲。什么叫全家的脸面？那是林小小的脸面，这些从来都跟我没有關係。我說我拒絕，就轉身回了房間，把門反鎖上，任憑外面怎麼敲怎麼罵都不開。這種無理要求當然也被教育局駁回。最後林小小在全程監督下孤零零地進行重考，考場設在市教育局的一間會議，監控攝像頭24小時運轉，還有3名監考老師全程盯着他，生怕他再出什麼幺蛾子。結果不出所料的考了個稀巴爛，重考總分157，甚至還沒他平時瞎蒙考的高。本來也就300分的底子，這半年光顧着談戀愛做第1名的美夢，書都沒翻過。成績出來那天，我正在工地上搬磚，接到同學發來的消息，說林小小重考考了157分。我愣了一下，然後笑了笑的蹲在地上，半天沒起來。工友以為我中暑了，還給我遞水。我擺擺手說沒事，就是太高興了。這場重考直接扒下了他的遮羞布，前有751，後有157，巨大的反差讓輿論徹底炸鍋。網友們的評論一條比一條精彩，有人說哈哈哈哈，157這才是真水平吧？有人說這就實錘了，之前的751絕對是作弊。還有人做了個表情包，把751和157放在一起，配文從天堂到地獄只需要一場重考。林小小受不了網暴，試圖甩出高3以前的成績單證明自己，結果被萬能的網友扒了個底朝天。高3這半年詭異的突飛猛進，以前全是爛泥扶不上牆的300分，大家更加確信這女的從高3開始就在作弊。順帶網友還把我的成績單扒了出來，從小學到高中，每一次大考的成績都被翻出來，從小到大穩居前3，這才是真學霸，穩如老狗。有人評論說真的是親兄妹嗎？怎麼差距這麼大？還有人說一個是750，另一個連250都不夠格。我看着那些評論，心裡五味雜陳。曾經我以為成績好就能得到父母的認可，後來我發現不管我考多高的分，在他們眼裡我永遠比不上林小小，因為他們需要的不是一個優秀的兒子，而是一個為女兒兜底的工具。曾經捧着林小小的老師同學，現在看見他像看到瘟神，連父母出門都要被指指點點。鄰居們背後議論紛紛，說林家的女兒原來是個草包，靠作弊騙了大家，這麼多年真是丟人丟到家了。那段時間林小小縮在房間裡不敢見人，像只過街老鼠，窗簾拉得死死的，連飯都讓母親送到門口，不肯跟任何人見面。而我拿着清北醫學院的錄取通知書，收拾行李回了老家陪爺爺，只要等到8月底開學，我就徹底自由了。我是這麼以為的。江夏的夏天熱得像個蒸籠，但我待的心安。爺爺的老宅在山腳下，3間土坯房，門前有棵老槐樹，蟬鳴聒噪卻不惹人煩。這裡是我真正的家。從記事起，我就被扔在這兒。父母美其名曰鄉下空氣好，適合養身體，實際上不過是嫌棄我礙眼，想讓林小小獨享所有的愛與資源。多一個我，就是多一份競爭。爺爺從不跟我說父母的壞話，他只是沉默地照顧我，教我認字讀書，告訴我做人要靠自己。他說的最多的一句話是，讀書是窮人家孩子唯一的出路。我把這句話刻進了骨頭。我在老宅住了20多天，每天早起幫爺爺餵雞，上午在院子裡看書，下午陪他去田裡轉轉，晚上就坐在槐樹下乘涼。他給我講以前的事，講我爸小時候有多調皮，講我媽剛嫁過來時有多勤快。我聽着這些陌生的往事，像在聽別人家的故事，因為在我的記憶裡，父母從來不是那樣的人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們坐在院子裡乘涼，月光很亮，爺爺突然問我，這次高考考得咋樣？我想了想，老實回答道，應該不錯。爺爺點點頭，渾濁的眼睛裡有光，他看着天上的月亮，沉默了一會兒說，不錯就好，不錯就好。他嘆了口氣，聲音有些沙啞，爺爺這輩子沒啥出息，就指望你了。我低下頭，鼻子有些發酸。從小到大，只有他對我說過這樣的話，只有他真心盼着我好。爺爺，等我考上大學，工作了，我接你去城裡住。他擺擺手，笑得像個孩子。城裡我待不慣，你有那個心就行了。那天晚上，我躺在老宅的土炕上，聽着窗外的蟲鳴，心想等成績出來，一切就塵埃落定了。我會讓所有人看看，我林峰不是任人欺負的廢物，也不是誰的墊腳石。8月12日，距離開學還有半個多月，我正在院子裡幫爺爺曬玉米，把一筐筐金黃的玉米棒子倒在竹席上攤平。口袋裡的手機突然響了，是母親的號碼。我愣了一下，她幾乎從不主動聯繫我，上一次打電話還是高考前，問我能考多少分，語氣裡帶着審視和算計。我接起電話，聽筒那邊傳來哭聲，母親的聲音沙啞而急促，小峰，你快回來吧，你媽突發疾病，快不行了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手裡的簸箕差點掉在地上。問怎麼病了，在哪個醫院？母親只是哭，不回答我的問題，反覆說着快回來快回來，然後電話就掛了。我站在原地，腦子裡亂成一團。爺爺從屋裡出來，看見我的表情問怎麼了。我把情況說了，他臉色也變了，催我趕緊收拾東西回去。不管咋樣，那是你爹，你得回去看看。我點點頭，回屋胡亂塞了幾件衣服進背包。出門前爺爺追出來，把一個布包塞進我手裡，沉甸甸地說拿着，這是爺爺存的，應急用。我打開一看，裡面是一沓皺巴巴的零錢，還有幾張100元大鈔，加起來大概有2000多塊。那是他賣雞蛋賣菜一點一點攢下的養老錢。我想推回去，他卻已經轉身進了屋，佝僂的背影在門框裡顯得格外瘦小。我攥着那個布包，眼眶發熱。村裡到縣城要坐2個小時的班車，縣城到市裡要3個小時的火車，市裡再轉高鐵，全程算下來要將近10個小時。我買了最近的一班車，坐在顛簸的大巴上，窗外的風景飛速後退，我的腦子卻開始冷靜下來。不對勁，有太多不對勁的地方。母親的哭聲太誇張了，誇張的像在演戲，而且她沒說
說父親得的是什麼病，沒說在哪家醫院，甚至沒說病情具體怎麼樣，只是一味的催我回去。如果真的病危，他應該說的是你爸在某某醫院，你快来，而不是你快回来。回来回哪？家裡吗？如果人在医院搶救，他怎麼会有空守在家裡给我打電話？还有他的語氣帶着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急切，那种急切不像是擔心丈夫，更像是怕我不回去。越想越覺得蹊蹺。我給父親的手機打了個電話，占線，又打了一個，還是占線。我換了個思路，打給了父親單位的同事，那是個以前見過幾面的叔叔。我客客氣气地問我爸是不是出什麼事了，对方語氣很诧異啊。你爸上周还請大家吃飯呢，好得很啊，怎麼了？没什么。可能是我听錯了，隨便找了個理由掛了電話。果然我靠在座椅上，盯着車窗外連綿的山，心裡的那塊石頭反而落了地。不是我冷血，是我太了解這一家人了。如果父親真的病危，林小小早就在網上哭天喊地，賣慘薄同情了，不可能一點動靜都沒有。既然是騙局，那他們騙我回去的目的是什麼？我花了幾個小時想通了這個問題，答案呼之欲出。林小小的事鬧得太大，那個751的笑話至今還掛在熱搜上。他復讀也考不上好大學，因為沒有我，他屁都不是。而我即將去清北開啟新生活，徹底擺脫這個泥潭，他們不會允許這件事發生的。在他們眼裡，我存在的唯一價值就是給林小小當墊腳石、當工具、當血包。想明白這一點後，我反而不慌了，甚至有一種獵人布好陷阱後等待獵物上鈎的從容。不過這一次獵人和獵物要換一換位置了。既然你們想演戲，那就陪你們演到底。但最後的劇本由我來寫。火車上我用爺爺給的錢買了一部便宜的備用手機，又買了一個充電寶，把2部手機都充滿電，下載了一個自動上傳雲端的錄像軟件，測試了3遍，確保萬無一失。我還給大學新生群裡認識的幾個未來室友發了消息，簡單說明了情況，讓他們如果超過48小時聯繫不上我，就幫我報警，並把實時定位分享給了他們，有備无患。我操，兄弟，你家裡這麼複雜？沒事，有我們在，你放心去。真出事我們立馬報警，注意安全，隨時保持聯繫。我看着那些消息，心裡湧起一股暖意。素未謀面的人都願意幫我，而所謂的至親骨肉卻想把我往火坑裡推。這個世界真是諷刺。等我到家的時候，已經是第2天傍晚，夕陽把老舊的樓房染成昏黃色。我拖着行李箱站在樓下，抬頭看着那個我生活了12年卻從未有過歸屬感的地方，深吸一口氣，上樓敲門，門開了，母親的臉出現在門口，眼睛紅紅的，像是剛哭過。看見我先是一愣，然後立刻堆起討好的笑。哎呀，小峰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！他熱情的反常讓我起了一身雞皮疙瘩。從小到大，他什麼時候對我這麼殷勤過？我不動聲色的進了屋，視線快速掃過客廳，父親正坐在沙發上看電視，手裡還拿着遙控器，臉色紅潤的很，哪有半點病危的樣子。我站在玄關，手還握着行李箱的拉杆，聲音平靜的問：不是說父親生病了嗎？怎麼在家看電視？客廳裡的空氣凝固了一瞬，父親抬頭瞟了我一眼，神色有些不自然。母親臉上的笑容僵了一下，隨即找補：哎呀，是虚驚一場。你爸昨天是难受，但後來去醫院檢查，没什麼大事兒。我們想着你都要去北安上學了，就想讓你回來聚聚。一家人吗？一家人这3個字從他嘴裡說出來，格外諷刺。我沒拆穿，只是點點頭，應了一聲，脫鞋進屋，眼角餘光捕捉到沙發另一頭的林小小，她窩在角落裡，穿着睡衣，頭髮亂糟糟的，臉色蠟黃，眼睛下面是2團青黑，和幾個月前那個神氣活現的天之驕女判若兩人。見我進來，她抬起頭，眼神複雜，裡面有怨恨，有恐懼，還有一點我看不懂的東西。我裝作沒看見，徑直回房間放行李。我的房間在最裡面10幾平米，常年不見陽光。小時候這是雜物間，後來我從爺爺家回來上學，才勉強收拾出來給我住。林小小的房間是朝南的，主臥又大又亮。這個家的資源分配從來都是這樣涇渭分明。我關上門，開始檢查房間，書桌、書架、衣櫃、床底，一一查看，確認沒有被動過手腳。然後從背包裡拿出那部備用手機，找了個隱蔽的角度，把它架在書架上的雜物堆裡。攝像頭正好對準房門，開啟錄像模式，調成靜音，確保錄制時不會有任何提示音。做完這一切，我躺在床上假寐，耳朵卻豎得高高的，捕捉着客廳裡的每一絲動靜。晚飯母親做了一桌子菜，破天荒的喊我出來吃飯，還給我夾菜。小峰瘦了，馬上要離開家了，多吃點。我吃的食不知味，滿腦子都在分析他們到底想幹什麼，什麼時候會露出獠牙。飯後父親咳嗽了一聲，清了清嗓子，像是要開始訓話。小峰啊，這次讓你回來呢，其實是有件事想跟你商量。來了，我抬起頭，臉上是恰到好處的疑惑。是這樣的，你妹妹她最近狀態不太好，你也知道，高考那事兒對她打擊太大了，她現在抑鬱的厲害，連房門都不願出。我和你媽商量了一下，你是她親哥哥，也是她最親近的人，你能不能多陪陪她，開導她？就這，我等他們圖窮匕見，果然母親接過話茬，語氣裡帶着幾分試探。對啊，小峰，你倆是龍鳳胎，是血濃於水的親人，打斷骨頭連着筋，你幫幫妹妹怎麼了？我依然不接話，只是看着他們，氣氛僵持了片刻。林小小突然抬起頭，眼眶紅紅的看着我，聲音帶着哭腔：哥，我知道錯了，行嗎？這段時間我想明白了，以前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該那樣對你，你能不能再給我一次機會？我差點笑出聲來，他演技進步了，可惜我不吃這一套。我問他們到底想讓我幹什麼，直接撕開那層窗戶紙。我沒耐心跟他們打太極。父親和母親對視一眼，似乎在確認什麼。父親終於攤牌了：小峰，
是这樣的，我們想了一個辦法，能讓小小也有學上。我挑眉，示意他繼續。小小跟我們說了他高考那個成績的事，那個什麼10分的規律，你應該比我們清楚。你們倆之間有一種很特殊的關聯，只要有你在，他就能考高分。我心頭一跳，他居然把這個秘密告訴了他們。父親站起身，走到我面前，語氣裡帶着幾分不容置疑的意味。所以我和你媽商量了，你看能不能晚1年去清北復讀1年，明年跟小小一起高考，到時候他也能考個好大學，咱們家出2個清北的，豈不是光宗耀祖？我愣住了，不是因為震驚於這個要求的荒謬，而是震驚於他們提出這個要求時的理直氣壯，仿佛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，仿佛犧牲我的前途來成全林小小是理所應當的。母親趁熱打鐵湊過來，拉着我的手，眼神裡閃着算計。小風，這對你也沒壞處啊，你那麼聰明，明年肯定還能考上，到時候有狀元的名聲，加上復讀1年的努力，清北肯定搶着要你，而且小小也能有個好前程，咱們一家4口都有出息，這不是皆大歡喜的事嗎？好一個皆大歡喜！我的錄取通知書已經拿到了，我為什麼要復讀？父親不以為然的摆擺手。通知書算什麼？那玩意兒不去報到，自動就作廢了。小風，你是哥哥，讓着妹妹點怎麼了？以後小小有出息了，也不會忘了你，他賺的錢也有你一份。我聽到了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話，我說我不同意。話音落下，氣氛骤然降至冰點，父親的臉沉了下來，母親的表情也僵住了。林小小則猛地抬頭，眼睛裡的乞求瞬間變成了陰鸷。父親站起身，居高臨下的看着我，語氣裡帶着威脅：林峰，你這是什麼態度？我們好好跟你商量，你怎麼一口回絕？我說因為這件事沒有商量的餘地。我也站起身，直視着他們。你們想讓我放棄清北，陪一個高考只能考157分的人復讀，然後用我的分數把他送進名牌大学，凭什么？母親尖声叫道：凭她是你妹妹，你是哥哥，帮妹妹天经地義。我幫了他18年，從小到大，你們把所有資源都給他，把我扔在鄉下，不管不問。現在他把自己作死了，你們就想起我來了，讓我犧牲前途給他擦屁股。父親一拍桌子，碗筷都跳了起来。林峰，你什麼態度？什麼態度？就這態度，我不幹。我轉身往房間走，身後傳來林小小歇斯底里的尖叫。林峰，你憑什麼？你那些分本來就該是我的，沒有我你算什麼？我停下腳步，轉過身看着他扭曲的臉。林小小，你聽好了，我那些分是我一筆一畫寫出來的，跟你沒有半毛錢關係。你能吸我的分，是你的造化，不是你的本事，更不是你理直氣壯要挾我的籌碼。林小小被我噎得說不出話，眼眶裡的淚奪眶而出，不知是氣的還是急的。母親衝過來擋在他面前，指着我骂：林峰，你把妹妹气成這樣，你還有沒有良心？我問他：你們有良心嗎？我懶得再跟他們爭辯，進了房間，反手把門鎖上。門外傳來一陣摔摔打打的聲音，還有父親的怒罵聲，母親的哭訴聲，林小小的尖叫聲也混雜其中，像一鍋沸騰的粥。我靠着門板，閉上眼睛，聽着這些聒噪，心裡卻出奇的平靜。今晚只是第一回合，真正的較量還在後面。我有預感，他們不會這麼輕易放棄的。等吧，我有的是耐心。那天夜裡我沒有睡，雙眼盯着天花板，耳朵始終保持警覺。凌晨2點多的時候，我聽到門外有窸窸窣窣的聲音，像是有人在輕聲交談。我屏住呼吸仔細聽，是父親和母親。母親的聲音壓得很低，但我還是聽清了。老林，要不咱們趁他睡着，把他東西收了，沒了身份證和通知書，我看他怎麼走。你看他房間燈都滅了，肯定睡了，就今晚動手，免得夜長夢多。脚步聲靠近了門口，我心跳加速，但身體紋絲不動，裝作熟睡的樣子。門把手輕輕轉動了一下，我慶幸自己鎖了門。门外傳來母親壓低的咒罵：這小子還鎖門，算了，明天再說，反正他也跑不掉。腳步聲漸漸遠去，我睜開眼睛，盯着黑暗中的天花板，心裡冷笑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他們根本沒打算放我走。我踏進這個家門的那一刻起，我就落入了他們的陷阱。但他們不知道的是，我早就做好了準備。這場博弈誰輸誰贏還不一定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試探性的去擰門把手，門從外面被鎖住，我心裡咯噔一下，走到窗邊往外看，窗戶外面是防盜網，焊得死死的，根本出不去。手機信號還在，但網絡信號被斷了。我用流量給室友發了條消息報平安，告訴他們暫時沒事，但情況不妙，讓他們隨時待命。上午10點左右，門鎖響了，母親端着一碗粥進來，臉上的表情皮笑肉不笑。餓了吧？吃點東西。想通了沒有？我沒接碗，她把粥放在桌上，嘆了口氣，語氣裡帶着幾分威脅。小風啊，媽勸你一句，識時務者為俊傑。你就算考上清北，那又怎麼樣？學費、生活費誰給你出？你以為我們會給你1分錢嗎？到時候你連學都上不起，不還是得乖乖回来？我看着他，没有說話。他見我不吭聲，以為我動搖了，繼續加碼。你那個錄取通知書還在不在都不一定呢。你要是乖乖聽話，復讀1年，明年我們全力支持你；要是不聽話，
他沒說下去，但意思已經很明顯了。我依然沒有說話。等他走後，我才發現門又被鎖上了。從這一刻起，我被正式軟禁了。第一天我還能保持冷靜，第二天開始焦躁起來，不是因為害怕，而是因為時間在一點點流逝。開學日期越來越近，我必須想辦法出去。第3天，我決定冒險試一次。凌晨2點，所有人都睡了，我悄悄起床，用指甲刀的銼刀部分去撬門鎖。這種老式的彈簧鎖並不難開，我花了大概10分鐘，終於聽到咔嗒一聲輕響，門開了。我屏住呼吸，一步一步往外挪。客廳裡一片漆黑，我摸着牆壁往大門的方向走，心臟跳得快，要從嗓子眼蹦出來。腳下的地板偶爾發出輕微的吱呀聲，每響一下，我就停下来聽動靜，確認沒人，才繼續往前走。就在我的手即將觸到大門把手的時候，燈亮了，我整個人僵住了。父親站在走廊口，手裡拿着一根木棍，臉色鐵青，他顯然一直在等着我想跑。我沒有解釋，轉身就往回跑，但已經來不及了。他3步并作2步衝過來，一棍子掄在我後背上，劇痛讓我整個人趴在地上。接下來是暴風骤雨般的打罵，我蜷縮着身體護住頭，棍子一下一下砸在身上，每一下都疼得鑽心。讓你跑，讓你不听話，我打死你這個白眼狼！母親和林小小不知道什麼時候也出來了，站在一旁看着，沒有一個人出聲阻攔。林小小的臉上甚至帶着一絲解氣的笑。父親打累了，停下來喘着粗氣。我告訴你，林峰，你這輩子都別想從這個家跑出去，除非你答應復讀。我趴在地上，渾身都在發抖，不是因為害怕，而是因為憤怒。18年的隱忍在這一刻幾乎要衝破胸腔，但我忍住了。現在還不是時候，我的證據還不夠，我的後手還沒到位。我被拖回房間，扔在床上，門被重新鎖死，還加了一把新鎖，這一次是從外面掛的那種，撬不開。我躺在床上，後背火辣辣的疼，那種疼痛反而讓我更加清醒。林峰，你急什麼？你已經等了18年，不差這幾天，讓他們再得意幾天。等你收集夠了證據，他們一個都跑不掉。接下來2天，我安分守己，不再嘗試逃跑，該吃飯吃飯，該睡覺睡覺。表面上像是認命了，父母以為我被打服了，对我的看管稍微鬆了一些，但門還是鎖着，我依然出不去。我利用這2天的時間，仔細觀察他們的作息，記住每個人什麼時候睡覺，什麼時候起，這些細節我都一一記在心裡，等待最佳的時機。第4天夜裡，他們終於動手了。凌晨2點07分，我聽到門鎖輕輕響了，不是那種試探性的響動，而是有人正在開鎖。我閉着眼睛，呼吸平穩，裝作熟睡，但每一根神經都繃緊了。門被推開，腳步聲很輕，像是怕驚醒我。是2個人，我從呼吸的節奏判斷，一個是母親，一個是父親。他們摸到了我的書桌前，開始翻找東西。我保持着熟睡的姿勢，心跳卻不自覺地加速。我知道他們在找什麼，身份證和錄取通知書，這2樣東西是我離開這個地獄的鑰匙，也是他們困住我的籌碼。翻找聲持續了好幾分鐘，我聽到母親壓低的聲音：老林，找不到，你說他藏哪兒了？父親不耐煩地嘟囔着：再找找，肯定在這屋裡，他又帶不出去。他們翻遍了書桌抽屜，翻遍了書架和我的背包，甚至把我的衣服口袋都摸了一遍。我感覺到有人走到床邊站了一會兒，應該是在猶豫要不要翻我的枕頭。突然門口傳來第3個人的聲音，是林小小。找到了吗？噓，別把他吵醒了。林小小不耐煩地走進來，腳步聲比父母大得多，顯然他根本不在乎會不會吵醒我。我感覺到他站到了我床邊，帶着審視的目光看着我，那目光像毒蛇一樣陰冷，我幾乎能感覺到他的呼吸噴在我臉上，然後他的聲音響起，陰冷而篤定：裝什麼裝？我知道你醒着。我沒動，依然保持着呼吸的節奏，心裡卻在罵娘：這瘋婆子真是敏銳的可怕。林小小沒有繼續糾纏我是不是醒着這個問題，而是自顧自地加入了翻找的行列。他的動作比父母粗暴得多，東西被扔得亂七八糟，書架上的書被一本本甩到地上，抽屜被整個拽出來，我的身份證被我藏在了枕頭套的夾層裡，通知書則被我折成很小一塊，縫在了行李箱的內襯裡。我本以為他們找不到的，但我低估了林小小的瘋狂。他把我的枕頭一把掀開，然後開始摸枕頭套，一寸一寸地摸，那種手法像是在搜查毒品，不放過任何一個死角。摸到那個夹层的時候，他的手停住，然后發出一聲驚喜的尖叫。找到了！我心頭一緊，但還是沒動。接着他又撲向我的行李箱，像個發了瘋的野獸一樣，把裡面的東西全部倒出來，然後開始撕扯內襯。布料被撕裂的聲音刺耳得很，他的指甲在內襯上劃來劃去，終於摸到了那個硬硬的東西。我終於忍不住了，猛地坐起身，伸手按下了床頭燈的開關，燈光大亮，刺得所有人眯起了眼睛。我看清了眼前的场景，父親和母親站在書桌前，手裡拿着我的身份證，神色有些心虛，但更多的是理直氣壯。林小小站在行李箱邊，手裡攥着一個信封，那是我装錄取通知書的信封。他臉上的表情像是找到了寶藏，貪婪而興奮。我盯着他们，声音冰冷，問他們大半夜的在幹什麼。3人對視一眼，索性也不裝了。父親把手裡的身份證往桌上一拍，理直氣壯地開口：林峰，我們也不跟你兜圈子了，小小都跟我們說了，只要有你在，他就能考高分，這是你們兄妹之間的緣分，你就認命吧。母親湊上來，眼神裡帶着算計和威脅。小峰，聽媽的話，復讀1年對你沒壞處，你那麼聰明，明年肯定還能考上，到時候小小也有學上，咱們家就出2個名牌大學生了，這不是雙贏嗎？我說了不幹。我起身想去拿回我的身份證，卻被父親一把推開，他的力氣比我想象的大，我踉蹌了2步撞在牆上，後背的傷口被撞得生疼。父親的臉湊近了些，語氣森然的威脅：不幹？你以為你有選擇的權利嗎？從今天起，你哪兒都別想去，沒有身份證，沒有通知書，你去不了北岸，只能乖乖留在家裡復讀。等明年你考完了，
一切照舊，你還是去你的清北，谁也没耽誤你什么。没耽误，让我复读1年，让我的人生规劃全部打亂，讓我成為一個廢物的大教師，這叫沒耽誤。我深吸一口氣，把翻湧的怒火壓下去。現在還不是撕破臉的時候，我需要更多的證據。我問他們，所以今晚是來沒收我東西的。母親冷笑一聲，已經不屑於掩飾。叫什麼沒收？家裡的東西本來就是爸媽管，你還是個孩子，身份證這麼重要的東西放我們這兒保管怎麼了？我看向林小小，她正把信封裡的錄取通知書抽出來，臉上帶着報復得逞的快意。她舉着那張通知書，像舉着一件戰利品。然後她做了一件讓我永生難忘的事，她抓着那張通知書，眼神裡燃燒着瘋狂的恨意，然後在我面前慢慢的用力的撕成了2半。撕拉，那聲音清脆而刺耳，像是某种東西斷裂的聲音。她還不滿足，把那2半繼續撕，直至變成一堆碎片，像雪花一樣飄落在地上。她的動作很慢，像是在享受這個過程。每撕一下，他的嘴角就翹起1分。我看着那些碎片，腦子裡有一瞬間的空白。那是我12年寒窗換來的東西，是我無數個日夜刷題的成果，是我新人生的起點，就這樣被他撕碎了。林小小看着我的表情，笑得像個瘋子。通知書沒了，我看你怎麼去報到。林峰，你這輩子都只能做我的墊腳石，我要你陪我一起爛在泥潭裡。他越說越激动，整個人都在顫抖，披頭散髮的樣子看上去像個鬼。憑什麼比我優秀？憑什麼所有人都誇你？憑什麼你能去清北，我只能在家裡被人嘲笑？明明那些分都應該是我的。眼眶裡的淚已經流下來，卻不是委屈，而是不甘，是嫉妒，是瘋狂。但就在這時，他的聲音忽然低了下來，像是在自言自語，又像是在對我說：你知道我有多害怕嗎？從小到大我就知道我的成績是假的，是從你那裡偷來的。他面目猙獰地述說着，每一次考試之前，他都怕得要死，怕我哪天不考了，又怕我哪天考砸了，怕所有人發現他其實是個廢物。他聲淚俱下地說恨我比他聰明。可笑的是，他竟然覺得我什麼都不用做，就考那麼高的分。我更恨我自己，離開你就什麼都不是，所以你不能走，你必須留下来，你必須永遠当我的墊腳石，這樣我才能活下去。我看着他，看着这个我叫了18年妹妹的人，第一次覺得他可悲，但可悲不是我原諒他的理由，可悲也不是他可以毀掉我人生的借口。父親和母親站在一旁，看着林小小的風態，竟然沒有一個人阻止，甚至臉上還帶着幾分讚許，仿佛他做了什麼大快人心的事。我看着這一幕，忽然覺得很荒誕，也很可悲。這就是我的家人，這就是所謂的血濃於水。我低下頭，看着地上那些碎片，肩膀開始顫抖。他們以為我在哭，以為我崩潰了。母親嗤笑一聲，語氣裡帶着居高臨下的施捨。行了，哭什麼哭？又不是什麼大事，明年再考一次就是了。這次就當是長教訓，以後聽話點。我沒有說話，只是蹲下身，用顫抖的手去撿那些碎片。林小小看着我的狼狽樣，臉上的笑容更加肆意。哭啊，再哭啊，活該你就是這個命。我抬起頭看着他，他愣住了，因為我的眼睛裡沒有眼淚，有的只是冰冷的恨意和一絲轉瞬即逝的笑。他被那個笑嚇到了，下意識的後退一步，問我笑什麼。我慢慢站起身，聲音沙啞卻平靜道：沒什麼，我只是在想，你剛才的表演很精彩，如果以後混不下去，可以去當演員。我沒有再說下去，而是裝作絕望的癱坐在床邊，雙眼空洞，喃喃自語。說完了，全完了。林小小看着我的樣子，臉上的警覺漸漸消退，取而代之的是勝利者的得意。現在知道怕了，早幹嘛去了？父親冷哼一聲，把我的身份證揣進了自己口袋。行了，都回去睡覺。從今天起，這小子哪兒都別想去。他們3個人像完成了什麼任務一樣，走出我的房間。臨走前，母親還把門從外面鎖住。門鎖落下的聲音很輕，卻像一記驚雷砸在我心上。我被關起來了，房間裡重新陷入黑暗。我坐在床邊，聽着他們遠去的腳步聲，聽着這棟房子恢復寂靜。然後我站起身，走到書架前，從雜物堆裡摸出了那個一直亮着紅燈的備用手機。他們沒想到，他們翻遍了整個房間，卻忘了查那堆他們以為是垃圾的雜物。錄像把一切都拍下來了。林小小撕毀通知書時的瘋狂，父母在旁邊冷眼旁觀，甚至推波助瀾的嘴臉，他們親口承認的陰謀，全都在這段視頻裡。我把視頻上傳雲端備份，再備份確保萬無一失。然後我編輯了一個簡短的版本發到了網上，配文：這就是我想逃離的原生家庭。發完我撥通了報警電話，我要報警。我被家人非法拘禁了。說接線員問了我地址和基本情況，我一一回答。他說會派人過來，讓我等着。報完警，我把手機調成靜音，藏回雜物堆裡，然後重新躺回床上，心跳得很快，但表面上必須保持平靜。我不知道警察多久能來，也不知道在這之前會發生什麼，但我知道，只要熬過今晚，一切都會不一樣。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，窗外的天色開始泛白，我的眼睛一直睜着，盯着天花板，耳朵捕捉着房子裡每一絲細微的聲響。4點23分，我聽到了腳步聲，是林小小的，她的腳步很輕，像是怕吵醒人，但在寂靜的夜裡依然清晰
晰可聞。他在我房門外停住了，我屏住呼吸，一動不動。門鎖響了，他又進來了。我閉着眼睛裝睡，心跳聲在耳邊像打鼓一樣。他走到我床邊站了一會兒，我能感覺到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帶着審視和懷疑。然後他開始在房間裡轉悠，腳步聲時遠時近，像一只巡視領地的野獸。我不知道他在找什麼，但有一種不好的預感。腳步聲停在了書架前，我的心猛地揪緊，翻找的声音響起，他在扒拉那堆雜物。我的手指悄悄攥緊被角，腦子裡飞速盘算着，如果他发现了手机，我該怎麼辦？突然翻找聲停了，空氣凝固，我幾乎能聽到自己的心跳聲。这是什麼？我知道他發現了，完了！我猛地睜開眼睛坐起來，正好看見他手裡拿着那部備用手機，屏幕上還亮着錄制的紅點。他的臉色從困惑變成震驚，再變成猙獰。林峰，你在錄像！他尖叫着撲過來，像一只發了瘋的野獸。我來不及躲，他的指甲直接劃過我的臉，火辣辣的疼。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兩個人扭打在一起。她雖然是女生，但此刻像是瘋了一樣，力氣大得驚人。我們撞翻了床頭櫃，台燈摔在地上碎了一地，動靜太大。父母很快被驚醒，父親衝進來，看見這一幕，二話不說一把把我推開，我後腦勺撞在牆上。你敢打你妹妹？我捂着腦袋，喘着粗氣說：“我沒打他，是他先動的手。”林小小已經從地上爬起來，手裡還緊緊攥着那部手機。他跑到父親身後，像是找到了靠山。他偷偷錄像，他把我們都錄下來了。父親的臉色瞬間變了，他一把奪過手機，低頭看了看屏幕，臉色越來越難看，額頭上的青筋都爆起來了。林峰，你好啊！你真是好啊！他把手机往地上狠狠一摔，手機屏幕碎了。他又用腳狠狠踩了幾下，直到那部手機徹底变成一堆廢鐵。我看着被踩碎的手機，心裡卻一點都不慌，因為視頻早就上傳雲端了。這部手機只是一個殼子，但我沒有表現出來，而是露出一副絕望的表情，仿佛最後一根救命稻草也被抽走。母親也趕過來了，看清狀況後，臉色鐵青。這白眼狼想報警，想把咱們都送進去啊！他肯定是想把視頻發到網上去，就像當初曝光我那樣。父親二話不說，又給了我一巴掌，我的臉瞬間腫起來，嘴角嘗到了血腥味。我告訴你，林峰，今天這事兒沒完，你老老實實給我待着，哪兒都別想去。敢報警，敢發到網上，我打斷你的腿！他罵罵咧咧的出去了，臨走還叮囑母親把我看好了。母親站在门口，小峰啊，你讓媽太失望了。我們这麼做還不都是為了這個家？你怎麼就不理解呢？行了，好好反省反省吧。他也走了，門再次從外面鎖上。這一次他還搬了什麼東西頂在門口。我聽到椅子挪動的聲音，房間裡只剩下我一個人，一地的狼藉。我靠在牆角，摸着自己腫脹的臉，心想他們不知道警察已經在路上了，也不知道視頻已經傳到網上。他們以為毀掉一部手機就萬事大吉，殊不知真正的暴風雨才剛剛開始。時間繼續流逝，天越來越亮。我聽到窗外有鳥叫了，6點左右，我聽到父親的手機響了，然後是他驚慌失措的聲音：什麼視頻？誰發的？接着是母親尖銳的叫聲，還有林小小的哭喊，整個房子亂成一團。我知道視頻爆了，不知道過了多久，也許是半小時，也許是1小時。我聽到了敲門聲，敲門聲很響，很急促，還伴隨着喊話聲：開門！這裡是派出所的，有人報警！父親的聲音在客廳裡響起，慌張而心虛。警察？誰報的警？老林，怎麼辦啊？別慌，把那小子藏起來，就說他不在家。我在房間裡聽着，藏？往哪兒藏？敲門聲更急了，裡面的人開門，否則我們將採取強制措施。父親終於扛不住了，我聽到門被打開的聲音，然後是一陣嘈雜的交談聲，我聽不清具體內容，但能感覺到父親在狡辯，在解釋，在試圖把事情圓過去。幾分鐘後，我房間門外的障礙物被挪開了，門被打開，2個穿制服的警察站在門口，看見我的第一眼，眉頭就皺起來了。其中一個年輕一點的警察走過來：“你就是報警人林峰嗎？”我點頭。他看着我臉上的傷痕和腫脹的嘴角，又看了看房間裡一片狼藉的景象，表情變得嚴肅：“你受傷了？誰打的？”我父親。客廳裡傳來父親的聲音，帶着怒氣和心虛：“同志，這是家務事，我教訓自己兒子怎麼了？”年長一點的警察回頭看了他一眼：“家務事，非法拘禁、限制人身自由是家務事。我們接到報警，說有人被家人關在家裡出不去，還收到了一段視頻，你自己看看。”這叫家務事。屏幕上播放的正是我錄的那段視頻，父母和林小小翻找我東西的畫面，林小小撕毀通知書時的瘋狂，他們親口說出的那些話，一切都清清楚楚。父親的臉色瞬間變得慘白，母親更是2腿發軟，差點癱在地上。林小小躲在角落裡，頭髮凌亂，眼神空洞，像一只被踩扁的蟲子。林峰，你能走吗？我們需要你跟我們去做個筆錄。我點頭，隨後站起身，踩着一地的碎片往外走。路過父親身邊時，他突然伸手想攔我，被警察一把撥開。你現在涉嫌非法拘禁和故意傷害，老實點。父親的手僵在半空，臉上的表情像是吞了一只蒼蠅，又氣又怕又無可奈何。我沒有看他，徑直走出了那扇門，身後傳來母親的哭嚎聲：“小峰，你不能這樣对我們是你爸媽，你這樣做，讓我們以後怎麼做人？”我停下脚步，你们早就不把我當人了，現在輪到你們嘗嘗這種滋味。母親愣住了，像是第一次認識我。林小小突然衝過來：“林峰，你會
的，我不會放過你，等着！我看着他猙獰的面孔，平靜地說了一句：“林小小，你記住，从今天起，我們恩斷義絕。”然後我轉身上了警車，沒有再回頭。在派出所做完筆錄，已經是中午了。根據視頻證據和你的傷情，你父親涉嫌故意傷害和非法拘禁，會被依法處理。至於林小小毀壞他人財物，通知書雖然是學校發的，但屬於我的個人物品，他也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。那我的錄取通知書怎麼辦？還能補辦嗎？警察說這個得聯繫學校問問，他們會幫我出具相關證明。我點點頭說謝謝。走出派出所的時候，陽光很刺眼，我站在台階上，眯着眼睛看着天空，感覺像是做了一場很長很長的噩夢。现在終於醒了，手機響了，是一個陌生的號碼。我接起來，對面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：“小峰，是你嗎？你沒事吧？我們看到視頻了。”他的聲音很急切，背景裡還有其他人的說話聲，應該是室友們都在。我沒事，已經報警了。電話那頭傳來一陣歡呼聲，陳鑫的聲音響起：“太好了，兄弟，我們擔心死了！你現在在哪兒？需要我們去接你嗎？”我笑了笑，說不用，掛了電話。我站在原地想了很久，接下來該怎麼辦？身份證被父親拿走了，通知書被林小小撕了，我現在身無分文，無處可去。但我一點都不慌，因為最難的那一步已經邁出去了，剩下的不過是些手續問題。我可以去學校說明情況補辦通知書，可以去派出所補辦身份證，可以申請助學貸款交學費，這些困難都是可以解決的。唯一解決不了的是原生家庭的毒，現在這個毒已經被我親手切掉了。我去派出所辦了臨時身份證明，然後用身上僅剩的一點錢買了一張去北安的火車票。坐上火車的時候已經是傍晚了，夕陽透過車窗灑在座位上，我靠在窗邊，看着窗外飛速後退的風景，心裡湧起一種從未有過的輕鬆自由。原來這就是自由的感覺。我閉上眼睛睡着了，這是這段時間以來我睡得最安穩的一覺，沒有噩夢，沒有驚喜，只有一片漫長而溫柔的黑暗。等我醒來的時候，火車已經到站了北安站。我拖着簡單的行李走出站台，面前是一座陌生的城市，高樓大廈和那個閉塞的小鎮完全不同，空氣裡有一種說不清的氣息，是希望，是未來，是新生活的味道。我找了一家最便宜的旅馆住下，然後開始聯繫學校說明情況。招生辦的老師聽完我的遭遇很震驚，說會盡快幫我處理，讓我別擔心。3天後，我拿到了補辦的錄取通知書，嶄新的紅色封面，和之前那張一模一樣，但意義完全不同。我把通知書貼在胸口，站在學校門口，抬頭看着那塊寫着北安大學的牌匾，眼眶忽然有些濕潤。12年從記事起，我就被扔在鄉下，被忽視，被冷落，被當作透明人。我以為我這輩子都要活在林小小的陰影裡，做他永遠的墊腳石。但現在我站在這裡了，靠自己的力量，站在全國最高學府的門口，身後再沒有那些拖着我往下墜的人。我的人生從這一刻開始，真正屬於我自己了。開學第一天，我見到了那幾個在網上認識的室友。李桑個子很高，皮膚黑黑的，一看就是體育生。陳鑫戴着眼鏡，斯斯文文的，是競賽保送生。還有一個叫王默的，話不多，但看起來很靠譜。他們見到我的第一句話是：我操，你就是那個視頻裡的林峰，真人比視頻裡帥多了。我哭笑不得，說什麼帥？臉上的傷還沒好。陳鑫湊過來仔細看了看我的臉，皺眉：還有淤青，打得挺狠啊。王默没說話，但默默從包裡掏出一管药膏遞給我。消肿的。我接過來，心裡暖暖的，說了聲謝謝。那天晚上，我們4個坐在宿舍裡聊了很久。他們問我那件事後續怎麼樣了，警察還在處理，具體結果還不知道。殺父！陳鑫嘆了口氣說：真不容易。王默還是话不多，但給我倒了杯水。后來話題漸漸轉開，我們聊專業，聊社團，聊大學4年的規劃，普普通通的大學生該聊的話題。我忽然意識到，這才是正常的生活，這才是18歲該有的樣子。那天夜裡，我躺在宿舍的床上，聽着室友們此起彼伏的呼嚕聲，看着窗外的月光，想起了爺爺，想起他說的那句話：讀書是窮人家孩子唯一的出路。爺爺，我做到了。我給爺爺打了個電話，告訴他我已經到學校了，一切都好。他在電話那頭高興的不知道說什麼，只是反覆念叨着好好好，有出息了，有出息了。我沒有告訴他發生的那些事，怕他擔心，只說學校很大，很漂亮，食堂的飯也好吃。他聽得很開心，讓我好好學習，別惦記他，他身體好着呢。掛了電話，我躺回床上，心想等我有能力了，一定要把爺爺接到身邊，讓他過上好日子。這是我欠他的，也是我唯一想報答的親人。大學生活按部就班的展開了，軍訓、上課、社團，忙碌而充實。我拼命的學習，拼命的參加各種比賽，想要證明自己，也想要彌補那些失去的時光。1個月後，我收到了派出所的通知，父親因為非法拘禁和故意傷害被判處拘役3個月，緩刑6個月；母親作為從犯被行政拘留15天。林小小因為毀壞他人財物被處以罰款並賠償損失，判得不重，但對他們來說已經足夠了。因為那段視頻徹底毀了他們的名聲，父親丟了工作，母親出門被鄰居指指點點，抬不起頭。林小小更不用說，他的名字已經成了網上的笑柄。751加上撕毀
毀親哥的通知書。這2件事足夠讓他社死一輩子。聽說他後來精神出了問題，被送去看心理醫生，具體什麼情況我不知道。他們嘗試聯繫過我，電話、短信都有，內容無非是求我原諒、求我撤訴、求我刪掉視頻，我一概不理。後來他們大概死心了，就再也沒有音訊了。那段過去像一個被我鎖起來的抽屜，我不打算再打開了。日子一天天過去，大1、大2、大3，我的成績一直保持在專業前3，拿了獎學金，入了黨，還發表了2篇論文。所有人都說林峰前途無量，我笑着謙虛，但心裡知道這些成績都是我用命換來的。每一個深夜，每一次疲憊，都是為了離那個泥潭更遠一點。大3那年暑假，我回了一趟老家看爺爺，他老了很多倍，更禿了，頭髮全白了，但精神還好。看見我高興得像個孩子，我陪他在院子裡坐着，就像小時候一樣。他給我剝花生，我給他講學校裡的事。陽光暖暖的，槐樹的影子灑在地上。爺爺忽然問我：“你爸媽那邊還有聯繫嗎？”“沒有。”他沉默了一會兒，嘆了口氣：“那畢竟是你爸媽，做得再差，那也是生你的人。”“爺爺，我知道您的意思，但有些事不是說原諒就能原諒，他們傷害我太深。”爺爺沒再說什麼。爷爺不勉強你，你有自己的想法就好，只要你過得好，爺爺就知足了。那天晚上，我躺在老宅的土炕上，和小时候一樣，但心境已經完全不同了。窗外的虫鸣還是那麼聒噪，我卻覺得格外安心。這裡是我唯一的家，爺爺是我唯一的親人，其他的那些人早就在我心裡死了。大4那年，我保研成功，繼續留在北安讀碩士，同時還收到了幾家知名公司的實習邀請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發展。畢業典禮那天，我穿着學士服站在校門口，讓室友幫我拍了一張照片，背景是那塊寫着北安大學的牌匾，和4年前我第一次站在這裡時一模一樣。但我已經不是4年前那個遍體鱗傷的少年了。我長高了，變壯了，眼神裡的陰鬱也被自信取代。那些傷痕還在，但已經結了疤，不再流血，只是提醒我曾經走過怎樣的路。李桑摟着我的肩膀：“小峰，以後有什麼打算？”“先读研，然后工作，把爺爺接過來。”“那感情好，以後請你們吃飯。”“沒問題。”那天我們4個室友喝了很多酒，聊了很多過去和未來，最後都醉倒在宿舍裡。第2天醒來，頭疼的要命，但心裡是滿的。青春就這樣過去了，4年的大學生活畫上了句號，接下來是新的征程。研究生期間，我更加忙碌，學業、課題、實習，幾乎沒有喘息的時間，但我樂在其中，因為每忙碌一天，我就離那個曾經的自己更遠一點。研2那年冬天，爺爺走了，是在睡夢中，走得很安詳，沒有痛苦。村裡人打電話告訴我的時候，我正在實驗室做實驗。聽到消息的那一刻，手裡的試管掉在地上碎了，我請了假，連夜趕回老家，推開老宅的门，看見堂屋裡擺着一口棺材，爺爺躺在裡面，穿着我給他買的那件蒼青色棉襖，臉上帶着一絲若有若無的笑。我跪在棺材前，沒有哭出聲，只是眼淚止不住的流。老人們說喜喪，說爺爺活了80多歲，子孫有出息，走得安詳，是有福氣的人。可是我不要什麼喜喪，我只想他再多陪我幾年，等我工作了，賺錢了，接他去城裡住大房子，吃好吃的。我還什麼都沒來得及做，他怎麼就走？送葬那天下着雪，我親手把爺爺的骨灰埋在老宅後面的山坡上，那裡能看見整個村子，也能看見那棵老槐樹。我在墳前站了很久，直到雪把我的肩膀染白。说爺爺，你等着，我一定會出人頭地，讓你在天上驕傲。風把我的話吹散了，但我知道他一定聽到了。處理完爺爺的後事，我回到學校，把所有的悲傷都壓在心底，更加拼命的學習和工作。我要成功，我要出人頭地，這是我對爺爺的承諾，也是我對自己的交代。研3那年，我以優異的成績畢業，同時收到了好幾家頂尖公司的 offer， 最終我選擇了一家科技巨頭，年薪50萬起步。對於一個農村出來的孩子來說，這已經是做夢都不敢想的數字。入職的第1天，我站在那棟氣派的寫字樓下，抬頭看着藍天，心想爺爺，我做到了。工作後，我租了一套1居室的房子，乾淨整潔，雖然不大，但是我自己的窩。我把爺爺的照片放在書桌上，每天出門前都會看他一眼，跟他說早安，晚上回來跟他說今天發生了什麼事。這樣的日子雖然孤獨，但很踏實。3年後，我在北安買了房，貸款30年，月供1萬出頭，壓力不小，但扛得住。房子不大，2室1廳，但對我來說已經足夠了。搬進新家的那天，我站在窗前，看着樓下車水馬龍的街道，忽然想起了很多年前那個被鎖在雜物間裡的少年。那個少年做夢都不會想到，有一天他能在這座城市擁有自己的房子，擁有一份體面的工作，擁有幾個真心相交的朋友，擁有一個嶄新的人生。命運給了我最差的開局，但我硬是把它打成了一副好牌。當天晚上，我一個人喝了點酒，對着爺爺的照片說：“爺爺，你說的對，讀書真的是窮人家孩子唯一的出路。我走出來了。”窗外的月光很亮，和很多年前那個夏夜一樣亮。爺爺坐在老槐樹下給我講故事的夜晚，好像就在昨天。日子就這樣平靜的過着，工作順利，偶爾和老室友們聚聚，生活簡單但充實。直到那一天，平靜被打破了。那是我工作第4年的一個周末，我正在家裡看書，手機響了，是一個陌生的號碼。我猶豫了一下，還是接了電話。那頭是一個蒼老而陌生的女生。你是林峰嗎？是我。請問你是？對方沉默了一下，然後說了一句讓我渾身一震的話：“我是你外婆。”外婆這個詞對我來說太陌生了，陌生到我幾乎忘了自己還有外婆這個親人。小峰，你能來醫院一趟嗎？你媽她不行了。我沉默了很久，沒有說話，腦子裡一片空白。外婆的聲音帶着哭腔：“小峰，你媽她，我知道他們對不起你，但她是你媽，她就剩这一口氣了，想見你最後一面。”她怎麼了？肝癌晚期。發現的時候已經擴散了，醫生說就這幾天，
了。我靠在沙發上看着天花板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7年了，自从那件事之後，我再也没有見過他們，沒有打過一個電話，沒有發過一條短信。我以為我們這輩子都不會再有交集，沒想到重逢的契機是這個。外婆在電話那頭等着，我能聽到她壓抑的哭聲。把地址發給我吧。掛了電話，我在沙發上坐了很久，腦子裡亂七八糟的想起了很多事，那些被鎖在房間裡的日子，那些被打罵的夜晚，那張被撕碎的通知書，那些傷口早就結疤了，但此刻又隱隱作痛。我去不去？這個問題困擾了我一整天，最後我還是決定去了。不是原諒，只是想給這段過去畫上一個句號。第二天我請了假，開車去了醫院，那是一家市級醫院。我按照外婆發的地址找到了病房，推開門的那一刻，我看見了躺在病床上的母親，瘦得不成樣子，臉色蠟黃，皮包骨頭，頭髮稀疏花白，和7年前那個尖酸刻薄的女人判若兩人。外婆看見我來了，趕緊站起來，拉着我的手。小鳳，你來了。來了就好。他一直念叨，我沒有說話，只是站在病床邊，低頭看着床上那個奄奄一息的女人。母親睜開眼睛，渾濁的目光落在我臉上，嘴唇動了動，發出微弱的聲音：小鳳。他眼眶裡忽然湧出淚水，順着乾癟的臉頰流下來。他想抬手，卻沒有力氣，只是顫抖着。你來了，你可來看我。我沒有接話，只是站在那裡，心裡出奇的平靜，沒有恨意，也沒有悲傷，只有一種說不清的麻木。母親斷斷續續地說，聲音像是從嗓子眼裡擠出來的：小鳳，媽對不起你，這些年媽一直想找你，想跟你說對不起，可是媽沒臉。她咳嗽了幾聲，外婆趕緊上前給她拍背。我站在一旁看着，依然沒有動。母親喘了好久才緩過來，繼續說：媽這輩子做錯了很多事，最對不起的就是你，從小就偏心你妹妹，把你扔在鄉下不管。媽不是人，別說了。她越說越激動，但母親像是用盡了最後的力氣，死死地盯着我，眼神裡帶着乞求和絕望。小鳳，你能原諒媽嗎？媽知道不配，但媽想臨死前聽你叫一聲媽。病房裡安靜的可怕，只有監護儀器發出規律的滴答聲。我看着她，看着這個生了我卻從未愛過我的女人，看着她此刻形容枯槁的樣子，心裡忽然湧起一種很複雜的情緒。恨嗎？恨過那些年被鎖在雜物間的夜晚，被當成隱形人的日子，被親手撕碎夢想的瞬間，每一幕都刻在骨頭裡。但此刻站在這裡，看着這個行將就木的女人，我發現那些恨意早就淡了，不是原諒，是不在乎了。我開口了，聲音很平靜：我不恨你。母親愣住了，但我也做不到原諒。我繼續說，你問我能不能叫你一聲媽，我做不到。這些年我心裡從來沒有過媽這個位置，只有爺爺。母親的身體劇烈的顫抖，像是被抽走了最後一絲力氣。她張着嘴想說什麼，卻只發出破碎的嗚咽聲。外婆在旁邊急了，拉着我的手說：小鳳，你就叫一聲吧，讓她走得安心。我搖頭轉身準備離開，走到門口的時候，身後傳來母親嘶啞的哭喊：小鳳，媽錯了，媽真的錯了。我停下腳步，沒有回頭，站了幾秒鐘，然後推門走了出去。走廊裡很安靜，我靠在牆上，閉着眼睛深呼吸，心跳得很快，但沒有後悔。我在醫院樓下的長椅上坐了很久，抽了半包煙，看着來來往往的人，有人哭着進去，有人笑着出來，生老病死不過如此。手機響了，是外婆打來的，我猶豫了一下，還是接了。外婆的聲音很疲憊：小鳳，你別怪外婆叫你來，你媽她確實不行了。我知道他們以前做的事不對，但她是真的後悔了。這幾年她一直念叨你。我沉默着沒說話。你媽的這個病啊，跟心裡憋着是有關係。當年那件事之後，就沒睡過一個安穩覺。你爸丟了工作，整天借酒消愁，後來2個人天天吵着離婚。你妹妹也……總之這個家算是徹底散了。我問林小小怎麼了，外婆沉默了一會兒。別提了，那孩子廢了。當年那件事鬧得沸沸揚揚，他精神受了刺激，後來越來越嚴重，現在在精神病院住着呢。时好时壞。我聽着沒什麼感覺，說不上解氣，也說不上同情，只覺得因果報應不過如此。小鳳，我知道你心裡有怨，但你媽她真的沒幾天了，你就不能去看看她嗎？外婆，我來了，我見過她了。這就是我能做的全部了。外婆在電話那頭哭了。你這孩子怎麼心這麼硬啊？不是我心硬，是我的心早就被他們傷透了。你應該去問問他們當年是怎麼對我的。外婆不說話了，過了好久才嘆了口氣。行吧，外婆不勉強你了，你有自己的生活，你過好就行了。掛了電話，我又在長椅上坐了一會兒，然後起身開車回家了。3天後，外婆又打來電話，告訴我母親走了。走的時候嘴裡還念叨着我的名字。我聽完說了聲知道了，問什麼時候辦喪事。外婆說是後天。我告訴她我會去的。掛了電話，我站在窗前，看着窗外的夜景，心裡說不上是什麼滋味，有一點點堵，但更多的是解脫。生我的那個女人死了，可我心裡沒有喪母之痛，只有一種塵埃落定的感覺，像是一本書終於翻到了最後一頁，不管內容多麼糟糕，至少結束了。葬禮那天我去了，站在人群裡看着母親的遺像，
他照片上的樣子還是7年前的模樣，那时候他還沒有病，臉上帶着刻薄的笑。来的人不多，幾個遠房親戚，外婆和外公，還有一個我沒想到會出現的人，我父親。他老了很多，頭髮花白，背也駝了，整個人像是縮了一圈，站在靈堂裡披麻戴孝，表情木然。看見我來了，他的眼神閃爍了一下，像是想說什麼，但最終什麼都沒說，只是低下頭繼續燒紙。我也沒有理他，只是按照流程上了香，鞠了躬，然後站到了角落裡。小凤，你来了就好，你媽在天之灵也能安息了。我嗯了一声，没有多說。丧事办完之後，宾客陸續散去，灵堂裡只剩下幾個至親。父親還跪在那裡燒紙，火光映着他蒼老的臉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忽然覺得有些陌生。这就是我的父親，那個曾經高高在上的男人，那個對我拳打腳踢的男人，那個把我鎖在房間裡的男人，如今跪在這裡，像一條喪家之犬。他大概感覺到了我的目光，回過頭來看我，眼眶紅紅的，嘴唇動了動。小鳳，我沒有回應，只是靜靜地看着他。他站起來，朝我走過來，步伐有些踉蹌。站到我面前的時候，我才發現他身上有一股酒味。小鳳，爸对不起你，这些年爸一直想找你，想跟你道歉，可是爸没脸。你媽走了，爸这輩子也沒幾年了，你能原諒爸嗎？我看着他，看着這個曾經讓我恨之入骨的男人，現在他站在我面前，卑微的像一條狗。我開口了，聲音很平靜。你知道嗎？我小時候一直想不明白一件事，為什麼別人家的父母都疼愛自己的孩子，而我的父母卻把我當成累贅。後來我想明白了，不是我不好，是你們不配當父母。父親的臉抽搐了一下，像是被人狠狠抽了一巴掌。你問我能不能原諒你，我的答案跟對他說的一樣，我不恨你，但我也不會原諒你，這輩子都不會。父親愣住了，眼淚流得更兇。他伸手想抓我的胳膊，被我躲開了。還有從今以後，我們沒有任何關係，你過你的，我過我的，生老病死各不相干。這是我最後一次見你。說完，我轉身就走，沒有回頭。身後傳來父親的哭嚎聲，還有外婆的呼喊，但我充耳不聞，一步一步走出了靈堂，走出了這個讓我窒息的地方。上車之後，我發動引擎，駛上了回北安的高速。夜色很深，路上車不多，我開着車，腦子裡卻在想很多事。12年被遺棄在鄉下，6年被當成透明人，18歲那年被鎖在房間裡，通知書被親妹妹撕碎，這些事情像電影一樣在腦海裡回放。29歲的我，在這座城市有房有車有事業，活成了曾經做夢都不敢想的樣子。而他們呢？父親丟了工作，窮困潦倒；母親鬱鬱而終，林小小瘋了。這個曾經想把我踩在腳下的家，徹底分崩離析。這不是我的報復，這是他們自己的因果。開到一半，我把車停在服務區，站在夜風裡，仰頭看着星空。忽然就想起爺爺了，想起他坐在老槐樹下給我講故事，想起他說的那句話：讀書是窮人家孩子唯一的出路。爺爺，我走出來了，我活成了您期待的樣子。眼眶有些濕潤，但我沒有讓眼淚掉下來，只是深吸一口氣，上車繼續開。凌晨3點，我到家了，躺在床上，看着窗外漸漸亮起來的天色，心裡有一種前所未有的輕鬆。那些恩怨情仇，那些愛恨糾葛，從今往後都跟我沒關係了。我終於可以徹底放下過去，開始新的人生了。1年後，我升了職，成了部門最年輕的主管，薪資也翻了一番。同一年，我遇見了一個女孩，她叫蕭婉兒，是隔壁部門的設計師，長得很漂亮，笑起來眼睛彎彎的，像月牙。我們因為一個合作項目認識的，一來二去就熟了。她知道我的過去，知道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，但她沒有用異樣的眼光看我，只是認真的聽完，然後說了一句話：那些事不是你的錯，你已經做得很好了。那一刻，我心裡某個角落好像被什麼東西填滿了。我們在一起了，戀愛同居，然後是求婚。求婚那天，我帶她去了老家，去爺爺的墳前。我跪在墳前，給爺爺介紹她。爺爺，這是我女朋友，她叫蕭婉兒，人很好，我想娶她。蕭婉兒站在旁邊，眼眶紅紅的，也跪下來給爺爺磕了3個頭。那天風很大，吹得墳前的野草沙沙作響。我總覺得那是爺爺在回應我，在說好好好，我的孫子有出息了。